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个有关赌博上瘾的一些关联的一些研究哈。那么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死精纳香和随机性上瘾这个话题哈。那么之前呢做的视频当中有讲，想要好好聊一下随机性和大数法则这两个东西啊，结果呢花了好几期时间呢都没做哈。首先呢，有关赌博上瘾，还有老虎机上瘾，还有就是游戏上瘾这方面呢，其实我有做过研究哈，就是我刚到日本来写的第一篇小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哈。其实呢就只是小论文哈，就是日语课上老师布置的论文哈，所以呢它并没有收录在哪一个论文集，也没有收录在哪一个图书馆哈。如果你说找不到这篇论文，也不要说什么我是伪造论文哈，我假博士啊，我也不是博士，关键是哈。那么小论文的主要观点呢，主要就是讲随机性导致的上瘾哈。那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呢，你不能绕开的一个心理学家就是叫做斯金纳哈。斯金纳呢是一个可以媲美巴甫洛夫的一个心理学家哈。因此呢，在心理学界呢，经常会说斯金纳的鸽子和巴甫洛夫的狗哈，这两个呢是属于行动心理学里面的两大噩梦哈。就是说这两个事情呢，就可以说你怎么样控制人的行动啊，你怎么样让人被你驯服啊。那么具体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实验呢？史金纳为了判断动物的行为模式呢，专门做了各种箱子哈，这种箱子就被叫做史金纳箱啊，统称为史金纳箱。然后呢，把动物放在里面，这个箱子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按钮，然后这个按钮呢，摁了之后呢，它有的时候呢会投放食物哈。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动物要生存的话呢，你在这个箱子里面除了摁下按钮获得食物之外呢，是没有其他生存办法的。那么最先他设计的实验呢，就是让动物去学习按钮和食物的关联性哈，也就是按一下按钮它就会出食物哈。那么动物学会了之后呢，它就会去按那个按钮，但是呢摁了几次呢，它也就会觉得闷了哈，它就不会去重复摁那个按钮，只在肚子饿的时候呢才会去摁那个按钮。然后呢，他又设计说，当你这个动物学会了按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它去调整你按几次才会出食物的这个比例哈，他就会发现其实动物呢是很容易厌倦的哈，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按钮摁了好多次呢都不出食物的话呢，动物就会认为它不会再出食物，然后就放弃这个行为哈。然后他就把它改成了一个叫做随机性啊，出食物的概率呢完全按概率来，然后一旦调整到这么一个状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老鼠的学习呢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到最后呢就会发展成这个老鼠呢就会疯狂的去摁那个按钮，也就是说它直接在斯金纳箱里面重复了一遍人类赌博上瘾的这个过程呢。同时呢，他也发现了，就是当这个老鼠拼命敲打按钮上瘾之后呢，你就算调整了那个概率，这个老鼠呢依然不会改变它的记忆哈，它依然还保持着那种疯狂摁击按钮的这个习惯哈。如果说在它没有上瘾之前呢，它其实摁40次按钮这个行为是不存在的哈。但是呢，当它对随机性上瘾之后呢，之前的那种聪明的行为，也就是按20次它放弃的这个行为呢，就不再出现，它会反复的摁这个按钮哈。Please, no! No! 所以呢，斯金纳研究出来这些东西之后呢，除了在老鼠身上得到了验证之后呢，也在鸽子身上得到了各种验证哈。所以它有很多鸽子呢，在陷入了这种按按钮的这个上瘾状态之后呢，会出现各种奇怪的行为哈。就是这个鸽子呢，觉得我这个转3圈摁一下按钮，我头扭180度去摁那个按钮啊，好像就很容易中一样哈，就跟那个赌徒一样，相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把很多没有关联的东西呢，都把它放作他的成功经验哈。所以斯金纳的这个实验呢，通过3个阶段驯化，最终呢还是证明了就是说老虎机和电子游戏为什么会让人上瘾的一个根源哈。但是呢，如果你说它只针对于老虎机和游戏机或者是电子游戏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觉得这有失偏颇哈，因为呢，它这个是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的所有社会行动上面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赌博上瘾啊，人为什么会赌博上瘾？为什么会反复的去做同一个单纯动作去赌博？然后呢，为什么人会工作上瘾？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你上瘾？然后人为什么会酒精上瘾？然后人为什么会烟草上瘾？其实这一些东西啊，就是出现这种病态的上瘾情况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它的回报呢是不固定的哈，是随机性的哈。就比如说你说视频 UP 主为什么他们这个工作上瘾的比例就很大，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工作呢是很不安定的哈，他们的回报每一个视频到底有多少播放量呢是不稳定的哈。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呢，当它固定的时候呢，人很快就会无聊，但是呢，当它具有随机性的时候呢，人反而会更加的努力的去反复尝试哈。你比如说有一家店的猪排特别好吃，你天天吃猪排你都会腻哈，但是呢，有一家店它就是一直都卖
买着普通的啤酒哈，那你天天去喝那个啤酒，你都不会腻啊。就每一次喝啤酒，你的感觉都不一样，你每一次的脑子都会觉得有一种新的东西，有一种随机性在里面的时候呢，你有了这个期待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比较容易上瘾啊。那么斯金纳香呢，只是通过一个实验呢，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上瘾性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么同时呢，我们又想从数学上去论证这个上瘾性是怎么产生的哈。就像马前卒所说的，就是说人类呢是因为对赌博呢是有一种概率上的误算，所以呢它才会产生上瘾啊。那么这个概率的误算到底是多少？这个量化的数据应该是多少呢？我们进行一番推断哈。比如说赌博上瘾最典型的就是总会觉得下一把我会赢哈。比如说赌大小，有的人连赌3把赌大都输，那么下一把他就会觉得，哎呀，1/2的概率嘛，下一把应该是开出我赢了吧？其实呢，学过概率学的都知道哈，就是你之前3把都开出了大，和你下一把能不能开出大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现象。但是呢，赌徒呢很多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往往会在多把开出不符合他们意见的那种结果之后呢，反而加大了下一把开出符合自己意见的概率哈。这就是随机性会让人上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彩票哈，它是一个1%中奖概率的一个彩票哈，如果你连续购买100次啊，那么你一次都没有中的概率是多少呢？根据很多赌徒他的概率的估算呢，就是他不可能连买100次的一次都不中哈。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直接计算哈，你如果有一次不中的话，那就是99%的几率哈，因为它只有1%的几率会中哈，你买一次你不中的概率呢是99%，那你100次连续不中的概率呢，就是99%的100次方哈。那么这个数字呢是可以直接算出来的哈，就约等于0.366哈，也就是说有36.6%的机会呢，你连续抽100次这个彩票呢，你是一次都不中哈。那么这个概率呢，和很多人期待的就是我抽100次至少会中一次的这个概率呢，实际上有非常巨大的区别。那么关于这个100%的这个概率的误算呢，它是不是可以扩展到一般的情境哈？我们用一个数学公式哈进行一下推断哈，我可以列出一个一般性的等式哈，就是1减去 n/1打个括号，然后呢再乘 n 次方哈。那么你比如说 n 等于100的时候呢，就是1减100%的 n 次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等式，当 n 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式子等于多少呢？实际上呢，你如果学自然对数的话呢，你就知道哈，这个式子呢是等于1的负1次方。自然对数呢约等于 2.718， 因此呢它的导数约等于 0.367 哈。因此这个 36.7% 呢就被我称之为努力的偏差值哈。因为人对于努力的评价有这个 36.7% 的偏差哈，所以呢就会产生赌博上瘾这个行为哈。那么这个努力偏差值36.7% 告诉了我们2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就是概率是分横向坐标和纵向坐标的，也就是说你1%中奖的这个彩票呢，如果你100个人去买的话呢，它必然有1个人会中啊，因为它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呢，如果你一个人重复的去买100次，那么你不中的几率呢是 36.7% 哈，所以呢你用纵向的这种行动呢去估量一个横向的指标呢是不行的哈。第二个我们知道的事情呢，就是说即便有 36.7% 的比例一次都不中啊，但是你实际上你100个人去抽这个彩票和你一个人抽100次呢，你的期待值是一样的。什么叫做期待值呢？就是比如说你 50% 的可能性是开大，然后 50% 的可能性是开小，然后呢开大是赚100块钱，然后开小呢是0，那么你的期待值呢就是 50% 乘以100加上 50% 乘以0嘛。你一个人买100次彩票呢，它虽然有 36.7% 的可能性是一次都没有中，但是呢它同时也有 36.7% 的可能性呢会中一次哈，同时呢，你还有 18% 的可能性呢，你有可能会中2次哈，就是你抽100次这个100%的这个彩票，你有 18% 左右的这个概率呢是可以中2次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算哈，最小的可能性，你买100次都中啊，这个可能性小的可怜，但是呢，你在期待值的计算当中呢，会把它加进去啊。所以呢，这2件事情呢，大家要记得哈，就是期待值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横向和纵向是不同的哈。那么等你理解了这个努力偏差这个概念之后呢，很多事情你就很好理解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之前说这个能搞懂概率的人呢，他赌博很难上瘾的一个原因啊。同时呢，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很多的政治主张啊，就什么叫做保守主义啊？
那什么叫做自由主义哈？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保守主义就是说我们100个人一起去买彩票，总有1个人中嘛，就大家分摊风险。然后自由主义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人努力买100次，你当然有 36.7% 的可能性血本无归，但是你也有可能性中2次啊，你还有可能赚好几番呢，你还可能中3次呢，你还可能100次都中呢，对吧？虽然几率很小。所以呢，从数学上的估算来讲呢，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呢，两者孰优孰劣其实是没办法判断的，因为2个人的期待值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非要问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你要选哪个，我就告诉你，因为期待值一样，你选哪个都 OK 都一样，没有区别。个人主义呢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赢麻了的那个胜则主，那么坏处就在于呢有一大堆人上瘾。所以呢，其实你就可以讲努力的产生它其实就是源于偏差，努力来自于 bias 啊。那保守主义好在安全，它100%必然有一个人会中嘛。坏处在于呢，你加倍投入呢，你的回报也不会加倍。所以整体来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呢，其实是不分伯仲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呢，在概率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它会发现的更迟钝一些哈。保守主义因为它走的是100%的路线，所以呢，它立即就能知道概率被改动了。也就是说，你说这个彩票是1%的一个彩票，我找100个人去买。结果呢，这100个人去买，没有1个人中，那你就知道你的概率是造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反复的去买的话，你就有可能像那个老鼠一样就是老鼠呢被改低的概率它是不知道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保守主义的话呢，这个国家是完蛋的就它有可能会被某些人的这个情报操纵，导致它不知不觉的陷入上瘾的状态，然后呢被玩到死。所以呢，我就提一个观点，就是保守主义呢是社会的基石，你肯定要有很多人呢要信奉保守主义，信奉这种大数的法则，信奉这种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大事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再搞一些个人主义。最后呢，再讲一下马前卒的事情就是个人主义的成功者呢，往往呢会忘记概率这件事情，然后片面强调个人的努力。所有的成功经验，你只要是听别人的，你都不可能复制因为呢，那些都是自欺欺人，自己对自己把努力的价值给提高了马前卒呢，在鹤岗那期呢做视频做爽了做开心的，然后呢突然回答了一个网友说：“哎呀，怎么样做视频能火然后头头是道你像我一样，哎呀，会计福尔摩斯，你看我一下子从这个普通的情报里面挖掘出了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你们也这样做，你们也深入一点，哇，你马上就火了。”我听了就很好笑。这种说法呢，就跟下雨天买彩票比较容易中，还有包括就是像斯金纳箱里面的这鸽子一样，哎呀，我这个头转个180度这样摁按钮就比较容易出那个食品，然后都是一样的其实呢，它都不顶用真正的成功呢，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教你怎么成功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